最近的加密货币市场是不是让你觉得有点死气沉沉的？没错吧？但你有没有想过，这份宁静搞不好其实是暴风雨来临前的一个预兆呢？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，到底有哪些强大的经济力量正在这片平静的水面下悄悄地集结。只要你最近有在看盘，应该都感觉到了吧？那个价格真的是几乎没什么动静。老实说了，这段时间真的是有够无聊的。所以问题就来了，这真的只是无聊，还是暴风雨前的宁静呢？我们来深入挖一下数据，看看这段平静期是不是真的在为一场大风暴偷偷酝酿能量啊？好，那我们要找的第一个线索说出来，你可能不信，它其实不在加密货币圈里。我们要看的是美国的劳动市场，那里藏着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经济指标。来，就是这个数字 4.3%， 这是什么？这是美国最新的失业率。你可能第一时间会觉得 4.3% 听起来好像还好嘛，不高啊。但重点是，这可是3年来的最高点。而且这个数字很可能就是点燃后面一连串连锁反应的那个火花哦。这里有个很关键的重点哦，你看哦，从历史上来看，失业率这东西它通常不是那种慢慢爬升的，它是一旦突破某个点就会咻的一下突然飙升。那这种状况就是一个非常强烈的警讯，代表经济可能要出大问题了。这也几乎可以确定，联准会也就是美国的央行势必得出手管一管了。所以啦，就是因为这样，现在整个市场几乎都认定联准会9月一定会降息来救经济。你看这个图表就知道，有 89% 的几率会降息25个基点，这算是标准操作。但你注意看，还有 11% 的几率，市场认为情况可能会严重到需要一次更大规模的降息。这就带到我们今天的一个关键字了，叫做 Jumbo Rate Cut， 翻成中文就是大幅降息。简单说，如果联准会觉得经济真的不行了，病得很重，那他们可能就会下这帖猛药。好，那既然降息看起来是8、9不离10了，下一个问题就很直接啦。过去发生这种事的时候，市场是怎么走的？我们直接来看数据。这张表显示的是联准会降息之后，代表美国股市的标普500指数的表现。你看哦，第一个月市场好像还在观望，摇摇摆摆的，平均只涨了 0.4%。但是你把时间拉长一点，看到3个月、6个月，甚至1年，那个趋势就变得很清楚了，基本上就是涨。其中最厉害的是这个3个月这个时间点，你仔细看，在过去12次降息之后，3个月后的市场回报，你猜猜看有多少次是涨的？答案是每一次100%。你知道吗？在金融市场上要找到这种100%的历史规律，真的是超级罕见的强烈信号。好，那讲了半天传统市场，这跟我们关心的加密货币有什么关系？跟你说，关系可大了。你可以把加密货币想象成传统市场的放大版或加强版。专业一点的说法叫做高贝塔资产，意思就是说它的波动性更大，股市涨一点，它可能会涨很多，但反过来，股市跌，它也可能跌得更惨。所以你看，这就是我们说的放大效应。如果标普500指数因为降息，温温的涨了个 3.3%，那这股热钱流到加密货币这种风险比较高的市场时，就很有可能会被放大，变成超过 10% 的涨幅。那我们照这个逻辑继续推下去如果股市在半年内涨了 5.5%， 那加密市场可能就会有 20% 的涨幅。如果拉到1年后，股市涨了快 10%， 那加密市场的涨幅甚至有可能冲到 30% 到 40%。这个放大效果是不是很惊人？好，这是从外面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，但我们把镜头拉近，看看加密货币市场自己内部现在是什么状况。这里的信号就变得很有趣了，甚至有点矛盾。我们来看看，
首先，如果只看市场情绪，那气氛真的不太好。这个是很有名的恐惧与贪婪指数，分数越低就代表大家越害怕。现在的分数是44，这已经掉到恐惧的区间了。你想想看，上个月市场还一片贪婪，大家都还很嗨，这个转变真的很大。但是有趣的地方就在这里。如果我们先把市场情绪放一边，去看加密网络本身的体质，也就是所谓的基本面，像是它的安全性啊、活跃度这些，我们会看到一个完全相反的状况。它的基本面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强壮过。举个最直接的例子好了，比特币的挖矿难度，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保护这个网络的城墙有多厚。这个数字最近才刚刚创下历史新高，这就直接告诉我们，比特币网络的安全性是有史以来最强的时刻。所以你看，散户们在害怕，那大户那些大玩家们在干嘛呢？我们来看看这一位麦克塞勒，他是比特币最铁的粉丝之一。他最近就发了一条推文，只有短短几个字，需要更多举色。这是加密圈的黑话啦，意思就是买爆比特币。而且他可不是说说而已哦，他的公司现在手上握有超过63万颗比特币，超夸张的。而且不止他一个人哦，大家很熟的女股神凯西伍德，还有他的方舟投资，最近也在积极加码买进跟加密货币有关的公司股票。你看，这是不是一个很鲜明的对比？散户在恐惧，在卖出，而这些大咖机构却在偷偷的买进。好了，讲了这么多，宏观经济看起来要放水，市场内部大户又在偷偷布局。那面对这场可能要来的风暴，我们一般投资人到底该怎么看、怎么做呢？所以综合来看，一个比较稳健的长期策略会是什么样子？其实核心思想很简单，就是保持纪律。第一，把加密货币当成你投资组合的一部分，但不是全部。第二，更重要的是专心搞好你的本业，增加你的主要收入。第三，过好你的生活，不要整天盯盘，被价格波动搞得心神不宁。最后，也是最重要的，把眼光放远。最后，这也是一个最重要的心法。真正厉害的长期投资者，他们不是在市场最火热、大家都在讨论的时候才冲进来，反而是现在这种很安静、很无聊的时候，他们还在市场里默默的关注布局。总结一下今天说的，从宏观经济来看，风向正在改变；从市场内部来看，基本面有异常强劲。这一切都指向暴风雨的乌云，好像真的在聚集了。那么最后留给大家思考的问题就是，面对这股即将到来的变革之风，你准备好要怎么驾驭它了吗？